说话间，他已挥刀劈向陶岩。陶岩身形微闪，脚下生风，躲过他的大刀，并顺势攻向另一个刺客，一击毙命。16个刺客，仅几息间便被解决了2个。刺客头头不得不慎重起来。其他刺客也不时劈来几刀，屁时间刀光闪烁，掌风呼啸，14战1难分难解。去吧。凤衣立即破门而出，加入了打斗。刺客头头眼见不好，扫了一眼凤衣出来的那个房间，对手下说道：快去杀了那个小贱种。是。有2个刺客飞身冲向封城所在的房间，凤衣岂能让他们如愿，虚晃一招，飞身来挡。呀，刺客不太行了，这个时候大哥哥可以出来练练手啦。唉，可惜我说话不利索。你那是说话不利索吗？你那是根本不会说话。我操，大哥哥和我心有灵犀，竟然真的出去了。大哥哥打那个龟孙子的腿，不对，左键右臂狗腿，左面。封城官看了一会儿之后，猛地松了一口气，心道：我就说不可能人人都能听到那小奶娃的心声，刚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陶老大能听到呢。果然，这样的能力除了小奶娃父母以外，也只有我这样得天独厚的人才能有。刺客头头见形势不容乐观，大吼一声：快撤！呀，不能让他们逃了，拿下他们，全部拿下。啊，终于结束了。不长眼的龟孙打扰了本尊睡觉，果然欠收拾。咦，这话怎么这么熟悉？老子听谁说过呢？嘿嘿，这只狐狸精曾经说过的话，我竟然学会了。嘿嘿，我好像有点想狐狸精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再去吕洞宾的仙府脱过球。哈哈，被吕洞宾追着到处跑的狐狸精太有趣了。啊，困了，睡觉。翌日，哟，是不是沾了我家的光，躲过全大了？7岁的小屁孩竟然做出了大佬的气势，长得倒还鼻子是鼻子，眼是眼的，就是一个小屁孩装大人，真不可爱。我不气，我不气，我不气。陶凌风看着自己迷糊的小妻子，笑着摸了摸她的头，真好，他要当爹了。但愿他也能有一个像小妹这样可爱的女儿。他的这个想法在早饭后终于被家人得知了。乌鸦鸦举着小手不停地掐算，最后大声说道：是姐姐。丫丫，真的是弟弟。是姐姐。呀，你可不能叫弟弟，那是你的小侄子。小姐姐。小奶娃，你字都咬不清，还是别说话了。你叫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叫，这是我家。哎呀，昨夜你家进了贼，吓到我了，没睡好，我得回去补觉了。最后陶家人兵分2路，一路去了白雾山，一路去了县城。陶宇安和陶凌风从县城回来的时候，带回了曹浩仁。封城见到曹浩仁，一个劲儿地给他使眼色，曹浩仁却视而不见，直接跪地就拜：臣拜见十皇子殿下。曹浩仁不是这样不带眼色的人啊，这人一贯精明得很，今天怎么连自己的眼色都看不懂了？难道被贬后连脑袋的聪明劲儿也贬掉了？还是灵山县的水土不好，把这人给养笨了？哼，刘师弟、七师弟，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他这称呼一出，凤林城立即明白了，原来传回宫的密信是真的，文大儒真的收了2关门弟子，这俩弟子竟是陶家的。皇子啊，怪不得一身紫气，不过好狼狈啊，昨夜竟然差点让人干掉。
他那是用什么眼神看我二哥哥三哥哥的师兄啊？嫌弃？爷爷，人家都没嫌弃他这个拖油瓶可能带来的风险，他竟然还嫌弃人家啦！快走吧，快走吧！二哥哥三哥哥的师兄，快把他领走吧！这人很危险，不能放在我家里。这个小奶娃子成精了，就这一眼对视，他竟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。他忍了，绝不能让他知道自己能听到他的心声。二师兄，师傅说雪大木修几日，给我们布置了功课，在家温习。原来如此。爹，您跟二师兄说过下雪的事吗？哎呦，忘了。你看我这脑子。下雪的事？下雪有什么事儿？不过我听说今年的雪下得比去年要晚一些。是晚一些，但您看这天色，这场雪恐怕要下一段时日了。哥，爸！你让我跑？我为什么要跑啊？石殿下，我小妹想让您抱抱她。桃儿公子，你真应该多开口说话，你的声音跟你的模样一样优秀。石殿下洪福齐天，请让我小妹沾点福气吧。快把她拿走，拿走！乌鸦鸦一把搂紧他的脖子，扭身指着门外。看，小少。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小妹说要去看下雪。娘的，你们自己不能抱着她去吗？我不去，我不去，快把她拿走！凤临城没办法，只好抱着她离开了堂屋，跟着乌鸦鸦指的方向来到了街上。这时有一个8、9岁的小胖子带着4、5个同龄的小子跳搭了过来，来来回回跑得疯癫。妈，摔摔，我到。小奶娃，你说什么？摔破头？你听错了，他说雪很厚。哼！小胖子冷哼一声，扭头骑着扫把继续跑，突然脚下一滑，一头栽到了路边。哎呦，我都说让你慢点，当心摔破头，你还跑那么快，怪我都说话不利索，但凡利索点，还不对。小胖子明明听明白我的意思了，是姓凤的小屁孩给翻译错了。哎呦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把我家狗蛋打伤了？给老娘站出来，看老娘不揭了他的皮！婶子，是狗蛋自己不小心摔的，自己磕破了头。放屁！我家狗蛋才不会自己摔倒！快说，是你，还是你把他推倒的？娘，是他，是那个小扫把星他咒我的。你这个小扫把星，谁给你的胆子咒我儿子？老娘才不管你爹是不是父子，你这个小贱人就是欠抽！风姨嫌弃地看着陶张氏，魏姨用力往前一推，陶张氏往后退了数步。疼死我了，手腕断了，没天理呀，杀人了啊！临近人家不断有人走出来，围着打听是怎么回事。你们是谁？怎么抱着陶夫子家的小闺女？不会是管孩子的吧？你们快放下陶夫子的小闺女，不然我们村的人也不是吃素的。小悠悠，村里人还挺仗义的，嘿嘿，小皇子看你的喽。哼，想得美。于是凤临城弯腰将乌鸦鸦往地上放，乌鸦鸦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不松手，两条小腿使劲弯着，吊在凤临城身上，就是不往地上站。凤临城放了几次都没放下，被乌鸦鸦气笑了，再次将他抱进怀里，说道：你们看，他自愿让我拐他。呀，还可以这样，我求大意了。不过啪啪。凤临城翻了个白眼儿，连哥哥怕怕都不会说，还想看别人的笑话，治不死你。知道怕了？知道怕就好。凤一上前一把抱起凤临城二人，一个跳跃飞离此地。乌鸦鸦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乌鸦嘴！
我已经提醒他要摔倒了，他还跑，摔破头关我屁事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村的人把我和凤仪当成拐子了，所以你们逃回来了？别说那么难听，什么叫我们逃回来了？我们是懒得跟他们计较。小妹，你是不是闯祸了？妈，我哪有闯祸？二哥哥真是的，难道还信不过自己美丽可爱无敌的小妹吗？我不就是提醒了一下那个什么狗蛋子，叫他慢点跑，当心摔破头。他不听，摔破头还怪我哟。他娘还骂我是扫把星乌鸦嘴，别以为我隔那么远听不见，我可是长了一双顺风耳。我相信小妹。姑姑吧。曹浩仁刚走不久，村长便来了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村里一些人。村长叔，您这是……哎呦，陶夫子真不愧是读书人，装得可真像。村长来干什么？你会不知道？狗大娘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吗？你看看你们家小闺女把我儿子害的，还有我手腕也断了，也是你家小闺女害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不给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要是村里有100个讨账使就好了，都来我家院子门口坐一坐，一会儿就用屁股蛋子把我家院子和门口的雪舞化了。那哥哥们就不用扫雪了。不行，村里要是有100个讨账使，那还不得把整个村子吵得飞上天？到时候全村的陶氏子孙一起去拜见自家老祖就行了。不行，陶家庄只有一个陶张氏，就弄得天天跟唱大戏似的，烦都烦死了。再整100个，那陶家庄不就成乌鸦窝了？不，乌鸦是好鸟，像陶张氏这样的，顶多是被屠夫抽了屁股的猪。猪啊猪，拿你打个比方，你别嫌弃啊，嫌弃也没用，你说了不算。哎呦，我去！我的老妹儿啊，你能不能打住？不行了，我要笑了，这打仗不是时候啊！那个什么狗蛋子还说你呢，你的血光之赛还没结束啊！哇，果然是坏事做多了吧，这都能伤到你。算了，看在你稍后还有受伤的份上，本座便不与你计较了。凤林城再看向乌鸦鸦，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乌鸦鸦敏感的左右看了看。难道是我的错觉？总觉得有人在看我。谁能说说这是咋回事啊？我家小闺女连路都不会走，你说她害你家狗蛋，又害你？开玩笑吧？我下。村长你听，他说他笑，我家狗蛋都这样了，他还笑，良心不疼吗？不好意思，狗蛋娘，你听错了，我小妹说的明明是我小。你，大家可都听到了，你说他们家小闺女是不是说她笑？嗨，狗大娘，那8个月大的孩子吐字儿都吐不清，笑和小他也分不清啊！你一个大人跟小奶娃计较什么？就是这么大的人了，也好意思？对呀，18个月的小奶娃害你家狗蛋，又害你，不如说你和你家狗蛋害人家，我们还信点儿。就是，我儿子说你家狗蛋是自己不小心摔破了头，关陶夫子的小闺女什么事？秋叶叶，秦钟的眼睛是雪亮的。狗大娘别再说了哈，再说我老天亲爹可要罚你了，嘿嘿。你们就是因为自家孩子跟陶夫子读书，便拍马屁，真是势利眼。我们就事论事而已，你这个疯婆娘，说谁拍马屁呢？就是，你这话到哪说都没理。一个8个月的孩子害你家8岁的儿子，你有病吧？
不是，才不是，就是他害我儿子的。你们看，他出生后，全县的稳婆全都被抓了，害得生孩子的人家还要到处找稳婆。陶家那么好的大闺女陶乐韵，让他挤兑的离家出走，到现在都没有音信。陶家老二被打断了腿，陶家老大没书读，在家里当武夫。他一张口就说让我儿子摔破头，我儿子就摔破头了。他就是个扫把星，乌鸦嘴。我告诉你们，再不除了他，你们早晚都会被他害死。闭嘴！陶张氏，你该庆幸我陶家男人不打女人，那是陶家男人不打女人，我尚未成年。我三哥说的对，我们还只是孩子。话音落下，两兄弟手指掰得咯吱响。天哥哥、西哥哥，飞飞飞，来！小妹，我们是吓唬他的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三哥哥、四哥哥真的要揍那疯婆子呢，可不能因为疯婆子脏了手留下污点。嘿嘿，我三哥哥和四哥哥可是干大事的人。陶张氏，你是不是想被休回娘家？你凭什么休我？再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村长，你这样对我不公平。陶家丫丫是得到我们陶家老祖认可的人，你要公平，去祠堂跟陶家老祖要去。他们都死了多少年了，连骨头渣都不剩了，找他们找个屁呀！完了，这疯婆子要遭天谴啦！陶张氏声音和乌鸦呀心声同时落下，紧随其后，一道响雷在空中炸响。在场的所有人惊恐地抬头看向天空。冬天打雷，10个牛棚9个空，这是不祥之兆。看吧，打雷了！冬天打雷要孽畜，我就说他是扫把星吧，不祥啊！快把他给烧死！陶张氏的话还未说完，一道雷直直地劈在他脚前。陶岩不知何时回来了，眼瞪得像铜铃，身上气势全开，恶狠狠地说：你个臭娘们儿，要烧死谁呢？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老子告诉你，要是再敢污蔑我家丫丫一句，老子就打死你！还不快滚！我看那个妖孽就是你！明明是他找的雷，劈错了地方了，怎么能怨我？他出生后发生了那么多事，那么多人倒霉，连全县最富最大的白家都因为他垮掉了，他怎么就不是妖孽了？老天爷呀，你开开眼吧，他错了！你个臭娘们儿，跑人家陶夫子家来闹什么？跟我回去！这时，陶万荣从外面跑进来。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？一天不闹点事就闲得慌。你他娘的能不能给家里少整点事？狗蛋摔破头这事我找人问了，就是他不小心摔的。人家丫呀好心好意提醒他，他把人家的好心当驴肝肺，关人家什么事儿？白家垮了不好吗？娘的，你还没被白家欺负够啊？是不是天生贱？我看你就是吃饱了闲的。从今天起，你一天吃一顿就得了，省了到处惹事。狗！乌鸦鸦想提醒狗蛋一句小心血光之灾，奈何话说不利索。什么时候说话能顺溜啊？本来看在狗蛋他爹还比较正的份上，想提醒一下狗蛋呢。可这张嘴不行啊，反正也死不了人算啊。凤林城暗暗地朝凤仪招了招手，低声对凤仪说：你跟着那家人去看看。是。探查到什么了？没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，不过却看了一件奇事。哦，什么事？
那个叫狗蛋的今天挺倒霉的，回到家又被冯岩落下的冰凌把头给打破了。乌鸦鸦又说对了，他真的有预言能力。这天，他趴在窗边，把窗户纸捅破了一个小孔，对着一只眼往院子里看。突然，小孔被遮住，一只眼睛与乌鸦鸦的眼睛正对上。乌鸦鸦下意识的一掌拍过去。哎呀！乌鸦鸦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是。不是你？难道是我？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吓我，我能拍你呀？哼，我们就是你自己。小奶娃，我知道你能听懂我说话，我有事问你。乌鸦鸦回头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背对着他，这意思是拒绝谈话。别装了，小奶娃，你是哪路神仙下凡历劫啊？小奶，不，丫丫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吃肉啊？你要是回答我的问题呢，回答一个我就买一次烧鸡给你吃，不，2次。真的？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生气。凤林城震惊，我操，8个月的奶娃子会讨价还价了，果然不知是哪路神明下凡历劫。不过尖四只说3次，看来小奶娃不大识数。好，3次。你玩，这人不是要问问题，答应了他又婆婆妈妈的，要不是看在他长得好看的份上，会参与他。凤林城听得咬牙，暗道：感情我还要感谢我爹我娘给了我这副好模样呗。丫丫，我说什么话你都能听懂是吧？哎，那天你说那个小胖子能摔破头，他真的摔破头了，你是不是能预言啊？乌鸦鸦疑惑地瞪着他，听不懂这句？乌鸦鸦点头，心里却暗戳戳地开始整活了。我的秘密被他发现了。这个小屁孩太精明了，以后在他跟前得小心点。本座现在法力太弱，和以前比等于没有，保护不了自己呀，小心啊！凤林城听着乌鸦鸦的小奶音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他果然能预知未来事，和以前比法力太弱吗？那他以前在天上是个什么神仙呢？我还是对你期望太大了，本以为你还能预知未来呢，想不到你连话都听不懂啊！其实我就想知道，我这次拜师能不能顺利？这大雪下这么大也不停，我也没办法去找他呀。不差！小屁孩，你此行拜不成师的。我倒是看到你印堂不像之前那样发黑了，血光之灾躲过了。不过你还有霉运缠身哦，让我算算。良久，拍一切印了。这舌头还是语不直。这小子本是大气运之人，可惜被人借运了，从刚出生就施的法术。可惜我现在法力不行，算不出他被谁借运。他现在的霉运之所以看上去呈灰色，是因为远离了从他身上借运的人呀，也不知哪个缺德鬼竟然从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借运。不对，他是皇子呀，能借走皇子的运势，那也不简单呀。本来是来投胎做人的，也闲事勿管，小命要紧。从他记事起，他就一直不是很顺，经常遇到一些倒霉事，甚至宫里也已有传他是灾星转世的流言。父皇也不是很喜欢他，虽然他是正宫嫡子，但母后不受宠，他过得并不是很好。此次出宫是他母后求了国师为他卜了卦，说是他只有找到文长风并拜入他门下才会好起来。小奶娃，你家大嫂的手艺真不错，这东西虽然硬，但是味道还好。瞧，
爷爷、大哥哥、二哥哥、三哥哥、四哥哥，我被抢了，被抢了！真不要脸，那么大了还抢小孩的口食。护食的乌鸦鸦抓狂极了。刚好扫完雪的陶家兄弟听到小妹的心声，一起挤进了房间。殿下怎么在这里？殿下，跟小奶娃抢吃的，是不是很光荣？殿下，你怎么能欺负我家小妹呢？她还那么小。哼，我也还是个孩子呀。殿下，在我爹娘的房间里不妥吧？毕竟7岁不同席，殿下您都8岁了。凤临城咬牙，曹陶家老三莫开口，开口就让人恨得牙痒痒。蝈蝈抢呀！没想到皇子这么不讲究，还抢小奶娃的东西。幸好当初我迷糊投错了胎，没投到我亲爹给我安排的公主身上。要是让他当了我哥哥，那我就倒霉了，可能会天天被抢。现在的家穷是穷点，胜在我家爹娘对我好，4个哥哥对我好，嫂嫂对我好，穷不成问题，有我在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家人都长得好看，将来我也长不歪。爱了爱了，哥哥们，么么哒。而刚走到院子里的凤临城听到乌鸦鸦心声不淡定了，他看了一眼天空，心道：那小奶娃说他亲爹给他安排了个公主身份投胎。他曾叫老天亲爹，那他是不是差点成了自己的妹妹？主子，您怎么了？凤临城看了他一眼，转身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后眼泪就流了出来。主子，您……原来她应该是我的妹妹，就因为她迷糊找错了地方，让我失去了这个妹妹。殿下喜欢那个小奶娃，把她要到身边就好了呀。凤一，你说的对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这一天已经是下雪的第28天了，乌鸦鸦闹着让大哥把他抱出了屋。小妹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停！小妹说大雪要停了吗？一什么？1个时辰之后吗？1天？殿下怎么出来？外面冷，你快进屋吧。1天后雪就停了？我小妹这么小，咋知道这么多？您刚才听错了。陶大哥，有些事吧，我不说不代表心里没数。陶林小曼悠悠地从屋里走出来，走到凤临城跟前。石殿下，您心里有什么数啊？小奶娃与常人不同。笑话，殿下有没有听说过6岁前的小孩子说话很灵验啊？在我们乡下有个传说，6岁以下的孩子能看到鬼魂之类的东西。您是不行了，听说今年您8岁了，估计想看也看不到了。你说话就说话，干嘛要打压我？有吗？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，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能……说到这里，他猛地打住，差点就说吐噜嘴，把自己能听到乌鸦鸦的心声一事说漏了。跟陶林小说话太危险。你能怎样啊？不告诉你。眼看凤临城的房间门要关上，乌鸦鸦着急的大喊。凤临城隔着门看向他，问道：啥事儿？鸡鸡。什么鸡鸡啊？鸡鸡。他这是要干嘛呀？主子，我猜丫丫小姐是想跟您要烧鸡。记着呢，本店难道还能黄了你怎么的？小气！要不是今儿天不好，早就让烧鸡撑死你了。小气鬼，身边有高手，买个烧鸡还不容易？我看你就是想赖账当老赖。哼，我先让我想想，上一个赖我账的人什么样子了？嘿嘿，已经倒霉300年啦。凤临城听着乌鸦鸦的心声，不淡定了。自己本身就是倒霉蛋，来了陶家后，好不容易顺了一些，
要是再加上一层倒霉，那得成什么样子？这样的天，你能不能进县城？属下一人是可以的，主子有什么吩咐？去县城买3只烧鸡回来，可行？可行。那去吧，别让人看到。是。姐姐，丫丫，我来兑现承诺了，这是第1只烧鸡。给我。给你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你钱我。凤临城心有灵犀地听懂了乌鸦鸦的意思，他是说不，你欠我。嘿，有意思。这件事一点也不难，就是我给你一个宝贝，你好好藏着，别让人发现了就成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是狗。凤临城将玉佩放到乌鸦鸦的小肉手掌上，说道：这可是个宝贝啊，你要收好了，不能丢了，要不然会有麻烦的。这个真是宝贝，将来你就知道了。只要你好好藏着，不被别人发现，就不会有麻烦。这是我俩的秘密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乌鸦鸦点头。哎，什么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啊？桃林小倚在门框上冷冷地出声，他的声音夹杂着恼火。他娘的，一时不看着，这个小皇子就来勾引他妹妹。别以为他不知道，这段时日，凤临城在自家小妹跟前搔首弄姿，无事献殷勤，肯定没憋好屁。这不，他刚进屋就听到了什么两人的秘密，不能让他人知道。哼，臭小子，要不是因为身份原因，他早就将他赶出去了。凤临城尴尬了，跳下炕跑了。小三，你这是在干嘛嘛？娘，小妹她偷吃烧鸡，塞了一嘴的鸡肉。乌鸦鸦，吐出来，你嚼不烂会噎着的。乌鸦鸦使劲闭着嘴，就是不肯松口。好丫丫，你吐出来，娘给你做更好吃的肉肉。烧鸡好香啊，我从来没吃过。不吐不吐就不吐，我就大大胃。他撬开乌鸦鸦的嘴，强行把鸡肉抠了出来。不就是大把点肉味吗？用得着给咕出来吗？小白菜呀，吃点肉呀，才刚进嘴啊就被抠呀。你们在看什么？我觉得血小了很多，可能要停了。对，是不是你给我小妹买烧鸡了？是又怎样？我只是兑现承诺而已。翌日，雪果然停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村里通往县城的路也挖通了。韵儿，如果爹接下此事，会不会有性命之忧？爹爹，此次西北雪灾确实严重，但您此去绝无危险。那就好。那韵儿是改变主意，让爹亲自去除掉那户人家吗？这倒不是，爹爹既然有这样便利的条件，亲自去看看他们的窘状，也未尝不可。这倒也是，爹爹要亲自去看一眼定北侯的好大儿。爹爹是要把他与陶老来比较一下吗？您放心，到时候您就知道陶老来一家的好了。定北侯府已不足为惧，终会败落。爹爹往后不用刻意针对定北侯，免得被人抓到把柄。我们只需要远远的看热闹便好。爹爹不觉得猫洗老鼠才是最有趣的吗？韵儿，你再仔细算一下，那户人家现状如何？陈乐月闻言，知道陈允良又在考验自己，于是装模作样的掐算起来。乖女儿，是不是很费心思呀？要不就算了吧，别算了，怪累的。谢谢爹爹关心，我已经算出来了。结果如何？连山陶家嘛，此门双废双年少，浴血难行风萧萧，破败之兆初显现，霉运到底是今宵。乖女儿，
这意思是说灵山陶家会慢慢走向灭亡是吗？此生绝无翻身的可能。他掷地有声，心里却补充道：就算有，我也会给他们掐断。哼！好，就是让他们父子永不得相认，也让他们尝一尝骨肉分离之苦。对，必须的。爹爹，那一家贱民不足为惧，眼下最重要的是爹爹要去赈灾一事。嘿，你这小妮子，怎么就肯定去赈灾的一定是爹爹？女儿掐指一算，爹爹要去赈灾。不对，这一卦不准。虽然西北血灾凶险，但赈灾这事肯定轮不到爹爹去，有的是人争抢。爹，皇上一定会让您去的。您明天在朝堂上不如主动一些，赈灾本就是户部的分内事，爹爹主动一下，至于上面怎么安排就不关您的事了。这倒是真的。反正赈灾这肥差一次都没落到爹头上。这次爹一定能去。可是这次爹不想去。您说那边雪下的可大了，别再有命去没命回。可是皇上一定要派您去，您能推吗？皇上指派肯定不能推，否则叫抗旨。不过嘛，你不要忘了，开春那会儿灵山白家的事，那时让赵大世子把老根给拔起来了。白家这次肯定会想办法派自己的亲信，借此次赈灾复仇。爹难道不是白家一派的人？可爹不是他们的心腹，我明白了，难怪你算出这样的结果。爹爹尽管放心吧，您此行顺利，无论何事，只要您顺应本心去做，就能心想事成。对了，爹爹，灵山陶家虽然不足为惧，但他家有一个人一定要除掉。什么人？就是他家去年出生的小闺女。放心，不过普通农户的一小奶娃，要除掉她易如反掌。陈乐运点头，心中连连冷笑，呵呵，陶家4儿一女时来运转荣华志，不管这批言灵不灵，他要将那一女从世上抹掉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乌鸦鸦做梦也想不到，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爹！哎呦，我闺女终于喊清楚爹这个字儿啊！爹！怎么叫娘的时候叫不清，叫你爹就叫清了？娘！再叫一声娘！哎！娘！哎！小妹叫嫂嫂，嫂嫂。嫂嫂。不对，是嫂嫂。嫂。真笨。叫哥哥。哼，就是不理他。叫哥哥有礼物。喏，入口即化好吃的米糕。哥哥。不是蝈蝈，是哥哥。哥！妈呀，终于叫出来了！为了口吃的，我容易吗？樊家的美食真是诱人呀！呀，快长吧，都长出来，我就可以吃美味的肉啦！这时，被他打发去县城探查情况的凤一回来了。凤林城见他的神色有些异样，急忙回了房间。主子，我们的人还没有寻来。是不是还有什么事？是的，主子，属下在一间酒楼打探消息时，无意听到有人打听陶夫子一家。哦，是什么人打听？什么人不清楚，不过那人的口音是京城口音。京城？
你还听到了什么？听他打听小奶娃的事儿。凤仪，你再去打探，务必弄清楚那人为何关注小奶娃。是。凤仪领命而去，不管是谁，都休想动你半分。白雾山庄，凌云、凌晓，今天我收到你们二师兄的飞鸽传信，说京城的赈灾钦差到了。是吗？这么快？这是好事，我们灵山县有救了。你们可认识京城的人？师父，我们家的人除了我大哥游学去过远方，再就是我爹和我在好多年前去过一次府城，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京城的人啊？那就怪了。师父，可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二师兄说京城来的官员中有人旁敲侧击的在打听你们家的事儿。那打听的人说这家人家姓陶，4个儿子1个女儿，大儿子废了双手，二儿子双腿残疾，小女儿9个月前出生，是当初白家案子的受害者之一。你二师兄听到这些才想到你们家，这个情形除了你大哥没对上，其他的是不是都对上了？陶乐运？陶乐运是谁？这名字咋有点眼熟？师父，他就是我们家曾经收养的那个找人打断我双腿的白眼狼。啊，原来是他呀！就是他，我大哥双手被废这事儿，他也没有说错。如果当初二师兄不借人跟我们去大青山救我大哥的话，我大哥现在可不就是废了？师父，那二师兄他有没有说我们的情况？你二师兄说并不知情，待交代人查明真相再相告，所以先来信让我问问你俩。师父，原本我们是不知道陶乐运确切去向的，如今看来他是去了京城，废我大哥和二哥是他临走前安排的，只不过我大哥那出了差错，可能他找的那个人没告诉他任务失败，如今他也不知道我们家现在的情形。师父，能不能让二师兄就按他以为的情形安排下去？我陶家老大废了，老二腿残，穷困潦倒，一定不要透露我们真实的情况和跟您的关系啊。如今看来，陶乐运家里肯定在京中有一定的地位，能出现在赈灾队伍里的人，哪一个现在也不是陶家能对抗的。他还不想太过麻烦师父和二师兄，毕竟他们为自家已经付出了很多，就让那个白眼狼先得意一阵子，消除他的戒心吧。好，我这就给你二师兄去信。那你们……师父，即日起弟子腿残了，我大哥手废了。你呀，你们不是10日后才木修？爹，您来，我有话跟你讲。还有，我大哥呢？一起来。你大哥跟严师傅在练武，我这就去叫他们。陶家的男人们齐聚在陶林小三兄弟的房间，神色凝重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爹，我师父说京城来赈灾的官员里有人打听咱们家的事儿。哦，我们家在京城没有认识的人呢，为何会有人打听我们？我和二哥猜想，打听咱们家情形的人一定是陶乐运。那个白眼狼？是，就是他，他的本家原来就在京城。阿孝的决定是对的，我们家现在不了解陶乐运的本家背景，既然能出现在赈灾官员中，那必然是有一定势力的。我们不宜硬碰硬，从今天开始，阿峰和阿云就开始享福了，装吧。还有，我去跟村长说一声，这事恐怕全村人愿意为咱们打掩护才行。此事定下后，大家分开行动。陶凌风拉开房门，贴在门上偷听的陶岩和凤林城一个不小心栽进了房间。
你们……嘿嘿嘿，大公子，谁让你们说话声音太小了呢？我听不到啊，所以就趴在门上听了。我是被他拉进来的。陶林晓一把扯过凤临城，拉着他往屋后走去。你干什么？你想杀人灭口啊？不要以为凤仪不在，你就能动得了我。我可是会武功的我。也就3个能治得了这个小霸王。刚才爹爹和哥哥们又聚在一起议事，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吴丫丫举起小胖手，闭上双眼，肉肉的手指灵活地掐算起来。呀！我爹差点失去他可爱的小棉袄，我再算算我娘。爹，再等等。我娘竟然命里无女。爹，不会的。不对，我再算算。咦，展期啊，就是小屁孩。也对，他是皇子嘛。爹，您可不能露了馅儿，看样子石殿霞会是小妹的转机。爹，实在不行，我跟师父带小妹离开这里。不成，我去村长家。老四，你陪着爹去。哦。吴丫丫掐算了一番，从自己身边人身上算到了自己有惊无险，于是安心的吃吃喝喝。凤一刚打探回来，凤临城便叫了陶林晓一起来听。凤一打听到那个打探陶家消息的人叫赵斌，这个人凤临城没什么印象。凤一告诉他，此人是户部的一个员外郎。难道陶乐韵是赵家之女？指定不是，听赵斌的意思，他是受人所托才打听的。受谁之托？这个暂且为打探的。继续打探，务必挖出幕后之人。是，主子。县衙。世子好久不见，在灵山县还好吧？好，极好。据本官所知，灵山县此次受灾最为严重，世子不必强撑着，您放心，天灾人祸，本官不会难为世子的。陈大人说笑了，您是来赈灾的，又不是来考核政绩的。再说，灵山县虽然雪下的最大，但受灾的人比周边县城要少得多，我自不必强撑。世子不必忌讳，这又不是您的错，如实统计就好。丁怀心领神会地将厚厚的一摞账册交到了陈运良手中。账册的首页上写着全县受灾情况的统计数。不可能，我们路过青山县的时候，仅县城就死伤500余人，灵山县的雪明显比青山县大，怎么可能全县才死100人，伤256人？事实就是如此。陈大人如果不信，可以亲自去查。陈某必将赵县令功绩如实上报，为您请功。陈大人折煞赵某了，赵某不敢鞠躬，还望赵大人如实上报即可。我勒个去，姓陈的小人不背后阴我就不错了，还巴望他为自己说好话，那得等日头打西边升起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吴丫丫突然睁开了眼。我的老天亲爹，你果然是我亲爹呀！我的秀儿回来了1/10。元神都能凝实了，太好了吧！来吧，让坏蛋来得猛烈些吧，老子不怕他们啦！咦，不过这地方的灵气也太浓郁了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小屁孩给的玉佩怎么在这里？哇，好浓的灵气！我知道了，这块玉能助我的灵芝们产生更多灵气。那之前我算到的小屁孩帮我挡劫，原来是指他给的这块玉佩吗？天色大亮，老陶家的人顶着黑眼圈起床了。陶岩惊讶地看着众人，小心翼翼地问陶宇安：主子，你们这是昨夜没睡好？
是没睡好。主子莫怕，要是有坏蛋来，属下保证刷刷刷全给他们打出去。同样顶着黑眼圈的凤临城看着陶家人若有所思。我醒啦，是不是要吃饭饭啦？不管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先吃早饭吧，我都饿了。嘿嘿，三哥哥最等我了。早上后，乌鸦鸦非要闹着出去玩。就这样，陶林晓和凤临城带着乌鸦鸦出门了。突然，一个雪球正中乌鸦鸦的脑袋。是谁？你小屁孩，话都说不利索，还敢朝老子发怒，找打！放肆！放肆！我还放5放6呢！一个贱民，竟敢对小爷吆喝！小子们，给我上！住手！凤临城差点被气了个仰倒。奶奶的，自出生以来，虽然不是父皇最喜欢的皇子，但也没人敢对他如此无礼。他撸起袖子就要上前与对方干架。你再噎死，你全部噎死！打！给老子往死里打！说罢，狠狠地咬了一口手中的糕点，咬牙切齿地咀嚼，仿佛咬的是对方一般。他带的跟班立即撸着袖子围了上来，一场恶战一触即发。突然，小胖子用手捂着自己的脖子，脸色涨红，片刻后扑通倒在了地上，身体不停地抽搐着。凤临城猛地转头看向乌鸦呀，可不是乌鸦嘴，他就是要噎死了呀！他背上驮着好几个冤魂呢，那是他们干的。嗨，这么小的孩子，身上沾了那么多人命，这得是什么人家养出来的孩子啊？他真的会被噎死？可不是乌鸦嘴，不是乌鸦嘴！陶凤山急3火4带人跑过来时，小胖子已经憋得脸色酱紫，气息微弱。你们还不赶紧抱他去找大夫啊！在这里叫什么叫啊？大夫家在哪里？前面胡同口右转，道西第3排，西数第2家。小胖子的人抱着小胖子很快跑得没影了。带你小妹出来玩啊？是的，村长爷爷。你家这亲戚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！大雪封山，估计最近是走不了了。是啊，最近可能走不了了。村长爷爷，刚才那小胖子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哎呀，那小胖子呀，是陶婉容他妹子的孩子，狗蛋儿他小姑姑的孩子。那可是陶家庄的名人啊。是啊，自从去给县城南家大少爷做妾，有10年没回娘家了。有人传说他早就没了，没想到他不光活着，竟还给南家生了唯一的孙子。这孩子金贵啊，要是在咱们村出点什么事儿，恐怕咱们村也得跟着遭殃。哎呀，遭什么殃啊？他自己吃东西噎着了，跟咱们村有什么关系啊？嘿嘿，小子，你还太小，不知道人心险恶。有句话叫迁怒，有些人在大街上走，你只是无意间看了他一眼，他摔倒了都能给你赖上。凤临城撇撇嘴，不再说话。有人敢赖他，那就洗好了等着上菜市口吧。村长，您快去看看吧，陶万荣他妹子在陶六家说闹腾呢。是不是那小胖子不好？死了。回到家里，往后说话注意点，有些事放在心里就好。这小屁孩对自己还不错，要不回去送他点礼物啊？这才出去玩了不到1刻钟，咋就回来了？外面太冷了。起人呀！什么？死人了？谁家的？咋死了？饿死的？还是倒了屋子砸死的？撑死的。还撑死？谁家存粮那么多呀？那是噎死的。噎
小妈的来了。早妈妈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是不是你们出去惹事了？不然怎么会有找麻烦的？不待陶林晓回话，外面便传来了吵嚷声。陶宇安，把人家扫把星给我交出来！他害死了我儿，我要让他偿命！陶凤山带着陶洪昌等几个壮小伙，迅速挡在了陶宇安一家人的前面。他指着夫人说道：大妈呀，这真不关陶夫子家什么事儿啊！那么多人亲眼看到你儿子是自己吃糕点噎没了，这怎么能把错扣在别人头上啊？陶大妈，你少在这里往陶夫子家泼脏水，要找陶夫子家的麻烦，先过老娘这一关。就是，我们都亲眼看见了，你儿子叫人去围打陶夫子儿子闺女，他自己得意吃东西噎死了，还怨别人。还有我也可以证明，你儿子是自己太得意，吃糕点不小心噎死了。是啊，噎到了不说，你家的那些下人像傻子，不赶紧抱着去找大夫，在那瞎叫唤，耽误了治疗。就是陶家小贱种揍我儿子的，我的人都可以作证，把他交出来，我要让他给我儿子偿命。对，就是他咒我表弟的，他还咒过我娘，把我娘也咒死了。村里好几家房子塌了都没事，就我娘被砸死了，肯定是他咒的。我娘说他是扫把星，真的是扫把星。快把那个小贱种在信交出来，不然我将南家灭了你们！你可真敢说，说灭门就灭门，王法是你家定的啊？哼，在灵山县，我南家就是王法。要弄死你们这些贱民易如反掌，你家小灾星害死了我儿，我只要他一人偿命，已经是看在同村的份上了，别给脸不要脸你们！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原来南家就是王法呀！陶大曼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呐！人群被分开，陶家族长陶金友在长孙的搀扶下怒气冲冲地走过来。陶大曼，你自己找死，不要连累整个陶氏一族。武太爷，您可要给我做主啊！我没说，是他说的。难道不是你亲口说的？在灵山，你南家就是王法吗？武太爷，是他们听错了，我根本没说，我说的是他们家小闺女。他害死了我的儿子，我可怎么跟夫家交代呀？那家不会罢休的，不会罢休的。陶宇安家会害了我们陶家庄的，快把他们赶出去！不，快让他们交出那个小灾星，给南家赔罪，不然……陶大曼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一道人影速度极快地冲向他，啪啪给了他2巴掌。你他娘的是不是有病？你儿子自己噎死了，还要找我闺女背锅？是不是哪天你自己走路摔死了，还要怪人家陆秀的不平啊？你再敢骂我闺女一句试试，老娘不撕烂你的嘴就给你信儿！你敢打我？哼，打都打了，你说我敢不敢？老娘威武啊！陆氏，你生了个小灾星，你看。从他出生，你家老大废了，老二断腿，我嫂子死于非命，你不知道吧？这场雪灾就是他闺女招来的，他就是生了个灾。不待陶大曼说完，陆元香又是2巴掌甩上，陶大曼彻底疯狂了，转头对身后的家丁吼道：你们瞎呀？没看见本夫人被打了？给我上，打死打残，我给你们顶账！那些家丁被陶大曼这一吼蜂拥而上，为首的那个家丁一把将站在陶大曼前面的陆元香推倒在地。找死！在陆元香倒地的一瞬间，一道奶凶的声音传来。只见乌鸦呀不知何时出现在陶凤山等人前面，凶狠地仰着头看向那些家丁。哟，小灾星，你自己出来送死了？小心血光灾！你他娘的找死！
为首的家丁面目狰狞的边跨步上前，边抢起胳膊要打乌鸦鸦。丫丫！只见那为首的家丁张扬的身形还没得意几息，突然脚下打滑，一个狗吃屎扑通一声摔倒在地，整个人狠狠地与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，连惨叫声都因为嘴巴紧贴地面变得沉闷凄惨。众人机械地低头看向趴在地上的那个为首的家丁，十数息后，那家丁才慢慢抬起头，跃入众人眼帘的是一张满面是血的面容。娘，七七。陆元香起身时，随手一把抱起乌鸦呀，在陆凌霄的搀扶下，快速回到陶凤山等人身后，场面一时间寂静无比。你小子连小娃子都要欺负，这是遭报应了你。对，遭报应了，现实报。你个老婆死的，不查验是正事，快活起来！这腿啊！小奶音落下，一道惨叫声响起。只见巨扶那家丁头的4、5个家丁被脚下压实的雪滑倒，正好压在了他们的头身上。被压在最下面的家丁头惨叫连连。这个，我的腿，我的腿啊！你们看看，他就是个灾星，原来陶大梦怀上小宝宝了呀，可惜了，这个小宝宝根本来不到世上。哎，倒霉的小胖子不是陶大曼的亲儿子，却与陶大曼有宿生孽缘，死在陶大曼手里也是命啊！不是，陶大曼在这闹了这么久，陶狗蛋他爹去哪儿了？凤林城听闻乌鸦鸦的心声，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随后朝空中打了个直响。凤衣不着痕迹地出现在凤林城身后，俯下身来。凤林城在他耳边低语几句，凤衣点点头，消失在原地。陶大曼，你给老子闭上你的臭嘴！凤山媳妇儿，带人把他给我押起来！真是反了天了！一个上杆子去给人做妾的无耻妇人，竟敢回到村里头搅风搅雨！今天必须请出祖宗家法，让他这个无知妇人清醒！放开我！我可是南家南大少夫人，你们竟敢对我无礼！那几个家丁想要上前救下陶大曼，被陶洪昌带的几个小伙子给拦了下来。我劝你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这是我们家族里的私事，与你们无关。在陶金友的带领下，众人押着陶大曼来到陶家祠堂门口。陶家祠堂外此刻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。我太爷，我小妹她不懂事，我侄子又刚走，她受了刺激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婉容啊，你就别给她说好话了，这么多年你对得起她了。乌鸦鸦敏锐地发现这里面有故事，尤其是陶婉容。直到凤翼出现在凤林城身边。主子已经查清了。陶大夫告诉凤一，原本小胖子是在厢房的床上的。陶大曼让人抱着小胖子走到院子里时，不知为何突然发疯，将孩子扔在地上，命令家丁开始殴打他们，并打砸他的家。陶大夫还告诉他，小胖子即使不噎死，也没多长时间好活了。因为小胖子已经中毒了，不被噎死也活不过今天。乌鸦鸦听着凤一小声跟凤林城嘀咕，心里豁然开朗。他当时看到小胖子身上背着几条人命，印堂发暗，即将不久于人世。也看到小胖子被糕点噎住的画面，以为他是被噎死的，没想到即便不被噎死，他也离死不远了呀。那边族法已经开始施行，陶大曼的惨叫声传来。乌鸦鸦转头看过去，只见第一边抽下，竟然将陶大曼身上的黑气抽散了一丝。这一丝从陶大曼身上挣脱出来的黑气，慢慢的散开，飘向陶家庄人的身上。他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停！小丫丫呀，为何叫停啊？为
配合叫停，再打下去，不消半个时辰，陶家庄就要血流成河了。有个胖子带了好多拿大刀的人快到陶家庄了，他们跟陶大曼是一伙的。陶大曼重伤，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陶家庄人身上，说我害死他儿子，陶家庄人包庇我，要杀他灭口。那人信了陶大曼的话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指挥手下对陶家庄的人下手。呵，小胖子根本就不是陶大曼亲生的，陶大曼才是小胖子死亡的真正因果，我们都是背锅的呀。唉，我这嘴还不溜的，要怎么说出来呢？陶林晓深深的皱眉，心里快速的分析。小胖子是南家唯一的孙子，南家为什么会让一个妾室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带他回娘家？哪怕这个妾是小胖子的亲生母亲，南家这做法也说不过去。但是南家堂而皇之让他带回来了。南家这么做是有什么目的呢？陶大曼10年未回村，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娘家，又是为什么呢？陶大曼会不会是有预谋的，想借机除掉小胖子？不对，就算小胖子不是陶大曼亲生的，可他还是陶大曼的护身符呀。陶大曼没有理由除掉他。小妹说有许多带刀的人快到陶家庄了，难道是南家要对付陶家庄，或者对付陶家？只是小胖子的死或许是个意外。不，风一说小胖子已中毒，本身命不久矣。小胖子不是陶大曼的孩子，难道也不是南家的？所以南家要除掉小胖子和陶大曼，找陶家庄背锅。今天这个局是南家故意安排的吗？若真是这样，那小妹说小胖子会噎死才是整个局里的意外吧。吴太爷，陶大曼是南大少唯一生子的妾，既然她已经出嫁，便已不再是陶家庄的人了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好悬，还好三哥总是与我心有灵犀。妈的，关键时刻竟然巧合了！原来小胖子是陶大曼偷偷带出来的，那些人是来寻找小胖子的。不过南家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叫陶大曼回娘家？天寒地冻，路又不好走，陶大曼怀小宝宝了，南家子嗣又那么单薄，也不怕他出点意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些人还不知道陶大曼怀宝宝了。嘿嘿，不会是陶大曼偷人了吧？凤林城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，此刻的陶林晓却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。陶大曼怀孕了，小胖子不是陶大曼亲生的，陶大曼想除掉小胖子，好让他给自己的孩子让路。那么小胖子身上的毒也有可能是陶大曼下的。陶大曼私自带小胖子回陶家庄，是想让小胖子死在这里，好找个背锅的。如果陶家庄今天真的对陶大曼执行完了30遍的祖法，陶大曼肯定会伤痕累累，到时候南家人肯定会动怒，陶大曼趁机反咬陶家庄一口，所以才有小妹说的血流成河吧。不过陶大曼回陶家庄是肯定还有其他目的，冲他对自家那个狠劲儿，他的目标应该是小妹。吴太爷，叫大家各自散了吧，天怪冷的。陶金有回神，看着陶林晓，不明所以。陶林晓一咬牙，双目一闭，抬起左手开始掐算。呀，我三哥可原来是神棍啊！怪不得总在关键时刻与我心有灵犀。呀，同道中人，同道中人。以后我修炼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拐上三哥哥？虽然凡人界灵气稀缺，修炼成仙可能性不大，但修炼到知过去晓未来还是可能的。三哥哥，快说说，你算到什么啦？我知道了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我操，这是真神棍啊！慢慢一步上前，在陶大曼跟前站定。哼，
陶大曼，你好算计。说，你来陶家庄的目的是什么？来打听你们陶家的事。我来陶家庄是回娘家，要不是你们家那个小灾星害死了我的儿子，谁稀罕来你家？放开我，不然南家人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怎么怕了？怕了就老老实实交代，待从我嘴里说出来之后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你们还我儿子。很好，陶大曼，但愿待会儿你的嘴能继续这么硬。你说让我们还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在哪儿呢？在陶万人家里。你确定那是你的儿子吗？陶大曼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向陶林晓。他算出来了，他算出来了，他真的会算命。陶大曼在心里嘶吼。怕了吗？是你自己说呢，还是我继续说啊？我问你答，若是有半句假话，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我都说，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你回陶家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南少爷让我回娘家打听你们家的事。打听我们家什么事？就是你们家每个人的近况。打听我们家的近况干嘛？他有个亲戚是京城的大官，这次来灵山赈灾，就是他那个亲戚让打听的，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他还要干什么？他那个亲戚说，灵山县的雪灾百年不遇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肯定是有灾星降世，所以你为了邀功，便把灾星的名头安在我小妹身上？应该是。什么叫应该是啊？我偷听过他们谈话，京城的那个大官说要把这个设法弄在你家小妹身上。吴太爷，您快些让大家各自回家吧，这里不要留太多人，很快南家的人就会找来了。南家的人找来咱也不怕，咱人多。我爷爷，老三是担心他们不听解释下杀手，所以让大家都离开吧。您刚刚也听到了，南家是冲着我们家来的，不管什么事自然由我们家扛下，不能连累了陶家庄。大家都是一个庄子，你们的事儿也是全村人的事儿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你们独自面对呀？就是玉安呐，你这样有些生分了。对，陶夫子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自然要相互照顾。对，我们不走。我们不走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后方传来一阵骚动。让开，让开，南大少到。陶大曼，你把我儿子带到哪儿去了？大爷，我……你他娘的是不是活腻歪了？竟敢偷偷带走我儿子！当心他肚子里的孩子！你又怀上了我的孩子了？呀，这个金光闪闪的胖子，子女宫暗淡无光，典型的无子命啊！我靠，陶大曼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金光闪闪的胖子的。爷爷呀，狐狸精说过，孩子不是爹爹的，那叫偷人偷来的。对啊，小胖子就是陶大曼偷偷带出来，看来他是惯犯了。嘻嘻，陶大曼偷人了。咦，金光闪闪的胖子头上也没长日草啊，奇怪，狐狸精不是说这样的男人头上会长草吗？难道是他在骗我？小十四，你不错呀，竟然又怀上了爷的孩子。回府后也定给你奖赏。别哭了，再哭爷生气了。对了，爷的宝贝儿子呢？快说，爷的宝贝儿子呢？小太爷呢？小少爷，他死了。你他妈刚刚说什么？你再给老子说一遍。完了，小少爷怎么了？爷，小少爷被人害死了。爷，小少爷就是被他家的小灾星给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儿子死了？啊？谁？
是谁害死我儿子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福宝是自己吃糕点噎死的。14夫人，你是不是被那小子威胁了？不要怕，爷带了这么多人，剁了全陶家庄的人，也只是打眼尖的事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爷，没有人威胁我，福宝真的是自己噎死的。我儿子现在在哪儿？南小少爷出事前就已经送到大夫那儿抢救了，不过很遗憾，您节哀顺变。陶家庄没有人能主事了吗？有一个毛头小子出头，不才是陶家庄的村长。你带我去看我儿。南大少，您请。看看，你呀，就这么喜欢看热闹？嘻嘻，娘好。此时陶万人和家人在吃了凤姨给的生息丹后都缓了过来，他们已经将小胖子的尸体重新搬进了厢房，放到了床上。虽然小胖子的娘让家丁打了他们，砸了他们的家，但善良的陶万人一家还是善待了小胖子。陶凤山领着一大群人走进陶万人家的院子。村长，你们这是？那个万人呐，你不要怕，这是南小少爷的父亲，他来呀，就是来接自己少爷回家的。南大少是来接南小少爷回家的。南大少，小的医术浅薄，没能救回小少爷。您有火，冲我一个人来，跟别人无关呐。你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求您放过我的家人和村里的人吧，求求您，求求您了。南大少依旧不出声，垂眼看着不停磕头的陶万人。就在众人以为终躲不过一场劫难的时候，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：你老实给我说，我儿到底怎么死的？南小少爷他看上去是被噎死的。看上去什么意思？说。是南小少爷他中毒了，即使不被噎死，也活不过几个时辰。你给我好好说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南少爷中了半日散，就算当时没被噎住，按时辰算也活不过40。大夫，你说什么？我儿子中毒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小少爷之所以被噎死，是因为他吃的糕点里有枣核没处理干净，小少爷吃的太快了，没吐出枣核，由于中毒导致感觉迟缓，恰好被枣核噎住，呼吸不畅，给活活憋死了。贱人，说是不是你下的毒？陶大曼被南大少弄懵了，脑子根本转不过弯来。说不说？不说我掐死你！不要以为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就会放过你。南大少见状，才一把松开他。我不是，我没下毒，我儿他其实他不是南家的孩子，他应该是燕如的孩子，是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这么多年吗？因为你呢，比其他人好玩。众人听不到南大少与陶大曼低语了什么，但可以看到陶大曼恐惧绝望的神色。就在众人以为南大少不准备放过陶大曼时，他却站直身。我相信你，你是宝儿的亲娘，怎么会害宝呢？也一定会查明真相，看看到底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，敢给我儿下毒。我儿子在哪儿？带我去看看。陶万人急忙爬起来，引着南大少来到西厢房。床上，小胖子安静地躺在那里，面色苍白，毫无声息。南大少满面悲伤，心中却有一种报复的快感。儿啊，我可怜的儿啊！陶万人家，南大少强忍悲痛走出西厢房，对陶凤山说：今日此事的确与陶家庄无关，之前我的家人给陶大夫家造成的损失，我南家双倍赔偿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家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件。
要赔。再说了，陶家庄是我14夫人的娘家，大家都是亲戚，往后要多多来往。哦，对了，谁是陶玉安呀？也有话对他说。我是。陶兄弟，借一步说话。陶兄弟可是得罪了京城中人？在下从未去过咱府城以外的地方，更不认识京城的人。哦，可据我所知，京城有人似乎对你家极为了解啊。是吗？南大少是如何知道的？陶兄弟，不瞒你说，京城来人是要对付你家的，中间穿线与我联系，让我打听你家近况的人是我的远房表亲。是吗？为什么呢？那南大少的意思是？我看陶兄弟是个实在人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我不想帮他们，但是我这远亲又压我一头。俗话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说的话你能懂吗？我不太懂，我是真不知道为何京城有人要对付我们家。陶兄弟，你太过小心了，我不是在套你的话。我儿子你知道吧？他其实不是我儿子，是我这个远房亲戚与我未婚妻的儿子。陶玉安眉头一挑，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惑。南大少从听闻自己儿子死了后所表现出来的哀伤透着浓浓的违和感，原来原因在此，他这是不是吃了个大瓜？我们可以合作，你想让他们知道什么信息，我便让他们知道什么。条件？扳倒我这远房亲戚赵家。我陶家只是普通农户，没那个本事。别呀，我知道你们是普通农户啊，但你们家有气运，逮谁谁倒霉呀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别的意思，你看白家得罪了你们家，不就倒霉了吗？哼，南大少，这无影的事你也信？白家倒霉，那是因为他们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，遭天谴了。好，权且是这样吧，你别激动嘛，你就说吧，你想让京城的人知道什么消息啊？没什么，我家老大废了，老二瘫了，老三老四没出息，闺女还是个奶娃子。对了，闺女，陶兄，我跟你说，他们想要给你闺女安上一个什么灾星的名头，然后除掉。这不是你要做的，你那什么14夫人之前可是口口声声说要把灾星的名头扣在我闺女头上呢。什么？那个臭婊子，给他3分颜色，他竟然还开起染坊来了。陶兄放心，我回去一定会好好管教他。南少爷，我家只是普通农户，要说与其他农户不同之处，那便是出了2个秀才，也勉强算是耕读之家，实在不认识京城的人。至于他们为什么打听我家的事，在下实在也是一头雾水呀。难道与京城白家有关？不管是白家还是谁家，我南城今天既然找你合作，便把话放在这里，绝对不会2面3刀害你家。话音落下，他在心里补充道：老子也不敢害你家呀。臭瞎子说你家有大神存在，自己这辈子能不能有子嗣，还要仰仗你家的大神呢。我家的情况就是南少爷看到的，老大老二，您就照这说就行。南城了然地点点头。2人回到前院，南城命人清算赔付给陶万人家的银钱，收敛了小胖子的尸体，自己则躲在一边，听陶大曼带的人汇报今天的事情。
当听说陶家有个12岁的少年能掐会算时，南城连忙小声问：是哪个有这本事？处理完事情要走之前，南城对陶凤山说：陶村长，你应该庆幸没对爷的14夫人动手，不然可不能这么善良了。不敢，不敢。小丫丫呀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咱村就要遭殃了。哼，村长爷爷，我算得对吧？好小子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。陶家经历了今天的大起大落，陶宇安让陆元香和杨秀娥做了一餐丰盛的晚膳犒劳大家。消失一天的陶岩从外面飞跑进来。好啊，我不在，你们竟然偷做好东西吃啊！哼，我们今天共同御敌了。你呢，天天把保护你家爷挂在嘴边，关键时刻人就不见了。御敌？有敌袭吗？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老子弄死他们！哼，早走了，等你回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爷，您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，也没打起来。吃过晚膳后，乌丫丫老老实实地坐在床上，开始掐算起来。今天的南大少跟他今天从陶大曼身上看到的那个相差太大，仿佛换了个人。难道仅仅是因为陶大曼没有受伤？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全村人的命运改变了。被乌丫丫掐算的南大少此刻正在陪着赵斌喝酒。表叔，来尝尝这道菜，这是杀了30多只鸭子才得到的一盘菜，香糟鸭舌，不错。我昨天让你探查的事有结果没有？都打听清楚了，情况如何呀？南城将陶宇安说的话原封不动托给了赵斌。赵斌低头沉思了片刻，抬头想要再问仔细一些，却发现南城一脸哀伤。表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表叔啊，表侄，有什么事跟表叔说，表叔能帮的一定会帮你。不是，表叔，这忙你帮不上啊。你不说怎么知道我帮不上啊？表叔啊，我儿子福宝，他今天没了。没了就快去找啊，家里这么多人手，找个孩子很费劲吗？你搁这儿哭有什么用啊？表叔，我儿子不是那个没了，就是没了。什么那个没了就是没了？哎呀，就是没了呀，没了赶紧找啊，你哭能哭回来呀？哭是哭不回来呀，没准儿这会儿都见着阎王爷了呀。什么？福宝他你说的没了是死了？他怎么死的？哎，这东西噎死的，表叔。我现在一直捂着这事儿，都不敢让我爹娘知道。难怪没见家里设灵堂啊。当赵斌失魂落魄地回到驿馆时，陈允良安排的人已经在楼下等他了。他跟随那人进了陈允良的房间，仍有些走神。陶家那边的情况打探清楚了？陈大人，已经探查清楚了。陶家现在正如外面传言一般，长子次子均已是废人，3子4子并不出色，家里贫穷，3餐不济。至于你要打听那个小奶娃，不足10个月，跟普通奶娃没什么两样。陈大人，这家人实在是太普通了，您为何？不该你问的不要多问。赵大人，这次的事你办得不错，下去吧。赵斌离开后，陈允良轻轻抬了抬手，一个黑衣人轻飘飘地落在他的面前。雷霆，你去陶家庄走一趟，一定要除掉那个奶娃娃。是。雷霆一路飞奔，他站在陶家大门外，斜似一笑，当真可笑。要除掉一户农家的一个小奶娃，竟然要派出他这个府中第一暗卫。正在空间里修炼的乌鸦鸦忽地感应到一丝杀气，
他迅速从空间撤回元神，用刚修炼出的神识扫视一圈。呀，杀气，坏蛋！我去，哪个不长眼的，正好撞到本座手里呀！嘿嘿，我要让你们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！啊，不对，我可不是狗。陶雨安与陆元香同时坐了起来。咦，叶后娘怎么了？像诈尸了一样？啊，呸！这个比喻不贴切，童言无忌。夫妻二人又齐齐躺下。原来爹爹娘亲没醒是梦游啦，搞得我以为爹爹娘亲能听到我的心声呢。另一边，凤临城房间的门打开又合上了，凤翼正欲飞身而起，陶岩的房门也打开了。咦，差点忘了，家里有俩武功高手，我又可以躺平啦。院子里，陶岩和凤衣就着月光对视一眼，同时飞身而起，落到墙头上，与门外那个正欲飞身进院的人对个正着。凤翼刚要开口，就见陶岩一个闪身飞了下去，站定时，对面的人已经飞出3丈。这样是不是有点不讲武德？武德？两军对垒，一触即发，讲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这不是战场。要不你说咋样？江湖规矩，先问对方是谁，要干什么，有什么目的，万一打的是好人呢？好人个屁！你看见哪个好人藏头藏尾，半夜3更想摸进人家院子的？前辈说的有道理。小子，慢慢学吧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。嘿嘿，是不是很疼啊？疼就对了。说，你是鞑靼国奸细还是西楚国奸细啊？不说是吧？哼，欠收拾。陶岩冷哼一声，手再次按上对方的胸口。你他娘的，竟敢叫这么大声！敢把我主子吵醒，我就灭你全家！快说，快给小爷我老实交代，你是哪个国的奸细？不说的话，小爷将你吊在大营门口晒鱼竿。严师傅，你捂着他的嘴，让他怎么交代？也对啊，你不准叫啊，不然我扒了你的皮。说，你是哪个国的奸细？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哟，有骨气呀！陶岩嘲讽一声，手直接按在雷霆的胸口上，另一只手飞快地捂住了雷霆的嘴，将雷霆的惨叫声堵了回去。小子，我聪明吧？凤衣无语地点了点头。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老子耐心可是有限的，快说快说！前辈，你轻点，他好像没气了。哎呀，真没气了。你力气有多大，你不知道呀？我哪里知道他这么不耐折腾啊，像面捏的一样。没事，我把他扛到山里丢血窟窿里。陶岩伸手就要扛人。慢着。这时陶家的院门打开。难道要留着过年？师傅，咱们先搜一下他身上有没有信物啊。对，搜他身。陶岩立即在雷霆身上摸索起来。这是什么呀？前辈撕开看看不就知道是什么了，看形状像是令牌之类的。对，撕开看看。切，原来是块破铁呀！这是什么令牌呀？这么简单，是个铁匠就能打造吧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们看出哪里不同了吗？哪儿有什么不同啊？你们仔细看看，这4边无论哪边向下，丝带的位置都不同。那又怎么了？这丝带系得并不紧，却怎么转令牌都固定在一个位置，那是因为这里有凹槽。我去，这样薄的令牌居然还有机关！
快看，铁片里面有字。白家，他们不是被灭了吗？也许此白家并非彼白家。风衣大哥，能不能麻烦你明天一早去一趟县城，将这块令牌交给我二师兄？好的，七公子。那这个人我可以扛到北山埋血窟窿里了吧？严师傅，以后遇到这样的事要留活口，弄清楚对方来的目的。嘿呀，谁知道这黑块头这么不耐折腾啊！三弟，我师父他……大哥不必觉得歉疚，严师傅他很好，只是不知这人来此的目的，感觉有点失控。反正肯定不是冲我来的，说不定还真就是冲你来的。毕竟前段时间已经来了一批要你命的人了，这个肯定不是。你这么肯定？那是，这块令牌是京城白家最低级的令牌。哟，年纪不大，知道的倒是不少啊。我听说京城白家出了个娘娘，说不定就是你那小娘为他儿子排除异己，派人来要你小命的。不是，要真为我来，不会派这么菜的，而且还是独自一人。那你的意思，那刺客就是冲我们家来的呀？持有白家最低级令牌的人都是依附于白家的走狗，比方说此次前来赈灾的陈侍郎。看来是有人想要我的小命，他娘的也不知道是谁，一天天事儿的，一点不消停。哼，我诅咒他吃饭噎着，喝水呛着，走路摔着，睡觉。县城驿馆一直在坐等消息的陈允良等到了后半夜，仍未见雷霆回来复命。他烦躁地端起茶杯，猛地灌了一口，一口水没咽下去，他被呛着了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老爷，您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说我怎么了？你眼瞎呀？第二日，原本凤衣一个人要去县城，变成了2个人，陶林晓和他一起去的。小师弟，有什么要事吗？二师兄，昨夜有人夜袭我家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令牌，人已经处置了。石皇子说这是京城白家最低级的令牌。哼，还真是白家的。白家的令牌分3个等级，1级是他们的核心暗卫佩戴，2级是白家嫡系家眷们身边的暗卫佩戴，至于3级嘛，也就是这个，是白家给依附于他们的人分配的暗卫所佩戴的。京城的高门大户还真是热闹啊。确实热闹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。小师弟，你不是只送个这个给我这么简单吧？我想麻烦二师兄帮忙查一下，驿馆那边有没有人喝水呛到、走路摔着或吃饭噎着的。小师弟，你是认真的？对，真的不能再真了。为何？难道陶婶子又做梦了？就当是吧。二师兄，现在可不可以派个人去打听一下，要暗中行事？不用暗中行事，保证他们察觉不到。丁魁，本官忙脱不开身，你去趟驿馆，问问钦差大人们住的习不习惯，有无什么需求。好嘞，大人放心，我这就去。二师兄，你不用叮嘱丁师爷？不用，小师弟放心好了，丁师爷前去，保证不着痕迹的听来你想听的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丁怀神色凝重的回来了。丁魁，禀世子，驿馆那边一切都好，大人们并没有不习惯，需求嘛倒是有一个。正经点，说他们有什么需求？他们需要一名大夫，要医术高明的。怎么，有人生病了？生病倒是没有，就是陈大人吧，他我忍不住了，大人，您让我先笑一会儿。
回世子，陈大人他不知得了什么怪病，喝水能呛着，走路摔跤，今天早晨吃饭时差点给噎死。驿馆那边给他请了大夫，大夫说陈大人腿脚不好使，动作不协调，可能是中风前兆。陈大人大发雷霆，将大夫给骂走了。驿馆那边请世子找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去给陈大人瞧瞧。陶林晓冷笑2声，笑得曹浩仁脖子后发冷。小师弟，陶婶子神了，你快告诉我，她是不是又做神梦了？二师兄，你不要成天神神叨叨的。小师弟可不能这么说，陶婶子她真的很神。今天这事儿还真是你陶婶子梦到的，是我算出来的。我信你个鬼！陈玉良他现在如何了？有没有受伤什么的？大伤倒是没有，不过磕掉了一颗门牙，听说是今天早上在茅厕里绊倒磕掉的。在茅厕里磕倒了呀？是不是驿馆的茅厕地面不平侧？你待会儿派瓦泥匠去给修一下。属下到茅厕看过，地面很是平整啊。他这是自己左脚绊右脚，磕在茅坑沿上了。听说那颗牙磕掉之后，直接就掉到茅坑里去了。丁师爷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这么恶心的事情不要随便说吗？那个景子啊，这不是不在饭桌上吗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，他也该回家了。于是他站起身跟曹浩仁告辞。小师弟，你别走。小师弟，你还没说你究竟如何知道驿站会有人会这样？是不是陶婶子梦到的？他是被我诅咒的。我去，小师弟怎么整得神神叨叨的，有点向神棍的方向发展。七公子确实越来越神棍了，你说要是让主上知道，会不会揍他呀？你可以告诉我师傅试试。回到家，陶林晓找到乌丫丫。小妹。山哥哥。小妹，你在干嘛呀？在摆堂阵吗？哇哦，三哥哥竟然是有慧根的人，一眼看出这是阵法。我要不要传授他一些占卜布阵的本领呢？怎么了，小妹？乌丫丫的神识遁入空间，在书房里翻啊翻，翻出一本叫《艺术》的占卜入门的书籍，递给陶林晓。在那本书凭空出现在他手上的时候，陶林晓整个人就愣住了。他想过小妹的与众不同，却没想到她还能隔空取物。这本书是从哪里取来的？那山哥哥，谢谢。乌丫丫却心不在焉了，他在等着陶林晓问他为何会隔空取物，可陶林晓就是不问。山哥哥，问问。小妹，你想让三哥问什么？乌丫丫指着书，眼睛却与陶林晓对视。那小妹，这本书为何会凭空出现啊？山哥哥，怕怕。三哥哥不怕，三哥哥知道小妹是小仙女下凡，这本书是从天上拿来的，不过这是我们家的秘密，以后别在其他人跟前凭空取物好不好啊？呀，三哥哥接受能力太强了吧？哪天我把这个偷天换日阵交给三哥哥，让三哥哥去救他二师兄可以吧？算时间，三哥哥的二师兄在这几天会出事。三哥哥，谢谢。好。陶林晓敏锐地发现，乌丫丫摆的每一颗糖果都有一定的规律，看似凌乱，实则有序。阵。小妹，你说这是个阵法吗？偷天阵。可以救我师兄？要大。小妹是说射阵的时候要根据实际设置。
三哥哥与我心有灵犀。桃林小把糖果收起，按照记忆的步骤，一颗一颗摆上。呀，三哥哥好聪明，一学就会。我二师兄会在哪里出事啊？灵山。第二日后，桃林小便离开了家，以长随的身份跟在曹浩仁身边帮他办事。陈玉良等了一天仍不见雷霆回去，夜里派了跟随自己一起来的陈健前往陶家庄打探消息。夜深人静，他悄悄摸进了村子，站在陶家门外，他突然生出一丝莫名的不安。借着清冷的月光举目四望，发现墙头上有2个人，他下意识地向后跳了一步，摆出了攻击的姿势，但墙头上的人仍然立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假的，吓唬人的呀！想不到陶家人还真有意思呀，还弄2个假人放在墙头上，这是吓唬鸟呢。他提气飞上墙头，落在2人旁边。嚯，做的还挺像，这假人身上还套着棉衣，这头发，这手感跟真的一样啊！就在陈健要捏陶岩脸的时候，陶岩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反手一把拧住陈健的胳膊，笑道：我是假人。2人合力压着陈健飞身回到院中。是你？你不是废了？你才废了，你全家都废了你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爹，他就是在大青山要害我的人，他是陶乐运的人。陶乐运？我劝你们放开我啊，要不然我主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嘿嘿，主家？你主家是谁家呀？你是谁？我是断腿残废的陶老二。陈健将目光移至陶凌云的双腿，断腿残废还能站在这里，他们为何会收到假消息？无论是陈府探听到的，来灵山县听到的，还是赵斌打探到的，所有渠道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。偷了大小姐10年的这户人家，长子双手筋脉尽断，无缘科考；次子双腿残废，终日轮椅为伴；三子四子寂寂无忧。现在陶老大一手举着火把，一手提着大刀，要是筋脉尽断还能有这架势，那筋脉未断是不是能举起千斤顶？我主子可是3品大员，此次赈灾的钦差大臣，我劝你们最好识相点，要不然我主家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喂，见到本皇子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啊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活阎王在这里。是皇子。他果然认得你，大概是冲你来的。他认得我又如何呀？喂，你哪家的呀？技能不太行啊你。喂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凤衣。凤临城懒散的态度突然一转，急吼一声，凤仪下意识地捏住陈健的下巴，从他嘴里抠出一枚毒药扔在了地上。幸好我动作快，想死没那么容易呀！原来刺客嘴巴里真的会藏毒药啊！狐狸精诚不欺我。哼，既然落在你们手里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这人不是冲我来的，你们看着办吧。主子到底怎么想的？想讨好这家人的是他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还是他。这么坚决，是有什么后顾之忧？我是不是很好看啊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哼，我是男子，你这搭讪的方式用错对象了。我呢，连灵山县都没出过，怎么会跟你见过？除非你是灵山县谁家的呀？你是那个在大青山袭击我大哥的山匪，你说你都逃掉了，这还回来自投罗网干嘛呀？对，我就是山匪。不，你其实并不是山匪，我就是山匪。大青山驿馆还记得吗？
大青山驿馆是个人都会知道吧？大哥，你过来给他回忆回忆。在大青山老虎牙，你想废了本公子的手，可惜呀，本公子福大命大被救了。让我帮你想想，你逃到哪里去了呢？山匪，哈哈哈哈哈！你逃到大青山驿馆了是吧？我没有，我就是一个山匪，怎么能进驿馆自投罗网呢？你可以不承认，但那天我在驿馆看到你了，你跟一个尖嘴猴腮的人在一起。我还知道你们是来接你们的主子小姐的，她呢就是我们家偷跑的养女。她跑的那天差点让人害死我的小妹，卷走了我陶家所有的财产，雇人陷害我二弟，致他双腿被打断。怎么，你一个手上不知沾了多少鲜血，坏事干尽的人也会不可置信？可他就是这么恶毒，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无耻至极。我告诉你，他可以害我，但害我小妹便罪不容恕，老子迟早要叫他们千刀万剐。你颠倒黑白，分明是你们家偷了我们府上的嫡小姐，害得我们老爷骨肉分离。放你娘的屁！你们家在京城，我们家在千里外的穷山沟，怎么去偷你家小姐？你主子是什么东西你不清楚吗？怎么用这个逼脸来替你主子狡辩？你个猪脑子，活该今天要亡于此。下辈子记住了，多做点人事。最后，感谢你让我做出今生最正确的选择。现在我不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了。说罢，挥着手中的大刀利落地挽了个刀花。陈建凌乱了，这还是9个月前的那个俊俏柔弱的书生吗？说说吧，你是京城哪家的？让我听听。我那好妹妹究竟是谁家的千金啊？怎么不说？不说也可以。话落，他捏住陈建的下巴，强迫他张开嘴，快速将一粒丹药丢进他嘴里。丹药入口即化，任凭陈建怎么吐都吐不出来。陈建惊恐万分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反正你也不怕死，你还在乎吃了什么吗？不过告诉你也不是不行，这颗丹药呢，就叫做你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丹。涛儿哥，你这丹药的名字起的也太潦草了吧？不就是真言丹吗？我只听别人说过，都还没见识过呢。难道本店今天要大开眼界了？哼，你别骗我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。有的，别人没有，但我有啊！嘎嘎啦，我乃全能无敌小仙女，有什么丹药都能炼什么丹药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炼不出的。快问，保证丹入其名，你问什么他就说什么。